当曾经高高在上的金融精英们纷纷跌落神坛，当昔日光鲜亮丽的金领沦为高级牛马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中国金融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。从频频被带走调查的高管，到大面积裁员降薪的券商，再到接连倒闭的中小银行，这个曾经令无数人艳羡的行业，如今正在上演一幕幕令人心惊的悲剧。让我们走进这个正在崩塌的金融帝国，看看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精英们，如今是如何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。2024年的中国金融圈仿佛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。从年初开始，一个又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金融大佬接连失联。这场席卷整个行业的斩首行动，让所有人都人心惶惶。国元证券总裁助理、投行部总经理王晨的突然被带走，无疑是这场风暴的缩影。这位有着近25年投行经验的老将，曾经是安徽省金融界的标杆人物，如今却在一夜之间身陷囹圄。而更令人唏嘘的是，王晨的顶头上司国元证券总裁胡伟，竟然曾是他的下属。这种职场的大起大落，不禁让人感叹命运无常。紧随其后，海通证券副总经理江成军的辞职消息更是引爆了整个行业。这位从2000年就加入海通证券的老臣，在公司摸爬滚打了23年，最终却以这样的方式黯然离场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江成军辞职后不久就被带走调查，这无疑给整个行业蒙上了一层阴影。然而，这还远远不是结束。曾经被誉为中国基金业黄金一代的5大总经理之一，嘉实基金前董事长赵学军的倒下，更是让整个行业为之震动。这位在业内有着极高声望的元老级人物，曾经雄心勃勃的想要把嘉实基金打造成中国版的贝莱德，如今这个梦想恐怕只能成为泡影。就连被称为消费一哥的方正证券研究所所长刘章明，也在这场风暴中选择了主动辞职。这位曾经因荐股而备受追捧的分析师，如今也不得不黯然退场。面对这接二连三的打击，整个金融圈人人自危。一位券商高管说，每天睁开眼，第一件事就是看看今天又有谁失联了。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玩俄罗斯轮盘，不知道下一颗子弹会打中谁。为什么金融反腐的力度突然如此之大？据统计，仅2023年一年就有63名金融干部被调查。这个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行业积累已久的深层次问题。业内人士透露，近年来一些投行和基金从业者为了一己私利，不惜铤而走险，违规跟投、三高发行等行为屡见不鲜。一位投行人士透露，有些人为了业绩什么都敢干，甚至连国家救市的钱都敢动，这不是在挖自己的墙角吗？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，一些金融大佬的问题远不止于此。以赵学军为例，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的文件显示，赵学军可能与拜登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商业关系，这其中牵涉到的利益输送和潜在的政治风险，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的经济犯罪范畴。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，一位金融监管部门的人士无奈地表示，这个行业如果不大刀阔斧地整顿一番，真的是要带不动了。就在金融圈内部风声鹤唳之际，中国人民银行也打响了一场针对债市多头的斗牛行动。近日，苏南4家农商行因涉嫌操纵市场价格、利益输送，被直接启动自律调查。这一举动背后折射出的是央行对债市过热的深深忧虑。为什么央行如此焦急？原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作为市场基准利率的风向标，对整个经济大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目前这一收益率已经降至 2.19%， 远低于央行 2.5% 至 3% 的目标区间。
一位央行内部人士透露，如果任由债市继续疯涨，不仅会影响汇率稳定，还会增加银行风险，更会阻碍资金流向实体经济。这简直就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然而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当央行苦心孤诣的稳定债市时，却发现有人在暗中使绊子。据悉，一些小型银行在大型银行抛售国债时，却在暗地里大举买入。这种行为无疑是在与央行的政策意图背道而驰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一位金融分析师忍不住感叹，这哪里是什么金融市场，简直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拼命，却忘了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。在这场金融业的大地震中，中小银行无疑是最脆弱的一环。据统计，仅2024年6月的7天内，就有40家中小银行消失。这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，仿佛一场无法阻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上演。一位银行业内人士透露，现在的情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糟糕。那时至少还有大银行可以收购小银行，现在连大银行都自身难保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颓势似乎还在加速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今年已有近1500家银行分支机构关门大吉。这其中不仅包括农商行、城商行，甚至连一些国有大行的分支机构也未能幸免。一位刚刚失业的银行中层管理人员泪流满面地说，我在这家银行工作了15年，眼看它从一个小网点发展成为地区性的重要银行。谁能想到，一夜之间，我们就变成了金融难民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这种大规模的银行倒闭潮并非偶然。2023年和2022年，中国商业银行网点分别关停了2756家和2383家。这种持续2年的收缩趋势，无疑预示着更加严峻的局面即将到来。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行业寒冬中，曾经高高在上的金融精英们也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。从2022年开始，一场席卷整个行业的降薪潮让无数人梦碎。据统计，2023年超过一半的上市券商员工人均薪酬出现下降，其中曾以高薪著称的中金公司，员工人均年薪比2年前骤降近40%。这意味着许多曾经年入100万的金领，如今可能连50万的年薪都保不住。一位刚刚经历降薪的投行员工苦涩地说，以前买东西从来不看价格，现在连超市打折都要精打细算。从金领沦为高级牛马，这种落差真的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这种降薪并非个案。一位大型券商的人力资源主管透露，现在每家券商都在想方设法控制预算，有的公司甚至把应届生的起薪从50万降到了30万，连年终奖都不敢保证了。这种巨大的落差不仅影响了金融从业者的生活质量，更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规划。许多人不得不放弃买房买车的计划，有的人甚至开始考虑转行。一位刚刚辞职的基金经理感叹道，以前觉得自己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，现在才发现，原来我们也不过是任人宰割的韭菜。这个行业真的没法混了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，整个中国银行业似乎正在经历一个至暗时刻。今年以来，已有超过50家银行宣告倒闭，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中小银行。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储户的血汗钱和对金融系统的信任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倒闭潮似乎还在加速。仅在辽宁一地，就有36家农村中小银行被迫合并，在沈阳，30家农信联社也不得不走上合并的道路。这种大规模的重组，无疑预示着更加严峻的局面即将到来。一位资深银行业分析师警告说，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，
中国很可能会面临一场比美国次贷危机更加可怕的金融海啸。到那时，不仅是中小银行，就连一些大型商业银行也可能难逃厄运。面对这种局面，一些专家呼吁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，但也有人担心，过度的政府干预可能会扭曲市场，导致更大的问题。一位金融监管部门的官员无奈地表示，现在的情况就像是在钢丝上跳舞，稍有不慎，整个金融体系就可能崩溃。但如果不采取行动，结果可能更加可怕。